Надо, нельзя сдаваться. Если это произошло,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мы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 сильны в этот момент, раз они решили меня убить. 欢迎收看《52世界新观点》，我是蒋欣梅。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做一个节目介绍。《52世界新观点》是华视频道全新尝试，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个星期都会选择一个国际焦点，推出一支影片，希望提供给您更多元的世界观点，不管是国际的政治，还是经济发展、医疗资讯、科技新知、环境保育，或者是艺术人文，都希望给您最丰富的报道。而我们的影片呢，将会在52华视国际特区的 YouTube 频道上架。新的频道、新的单元，希望获得您的支持。那么紧接着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这一个星期震惊西方的纳瓦尼过世的事件。纳瓦尼呢，他被称为是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头号政敌。那么，身为呢俄罗斯很重要的反对党领袖，2月16号的时候，突然传出他在监狱里猝死。那么这个消息大家觉得很震惊，可是好像又没有很意外，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普丁真的下手了。其实早从呢这个去年年底，他呢突然被移到了极地监狱的时候，外界就开始担忧他的安危，认为呢这普丁很有可能把这个他的头号政敌移到了一个呢很遥远的地方，就是为了要让他呢可能默默的消失吗？那我们来看到是俄罗斯当局现在给出的官方理由，他们说2月16号，纳瓦尼在监狱里头例行性放风的时候，散步走着，结果突然就倒下了。当下医疗人员立刻来实施急救，可是依旧没有办法挽回他的生命。好，那这样的官方说法，各界都没有人相信，甚至还有媒体就报道说，明明前一天纳瓦尼才出庭应讯，而且出庭的时候看起来他的神情呢都还是挺好的，看起来健康状况也没有异样，而且当庭的时候还跟法官开玩笑，跟法官说，我会把我个人账户号码给你，这样子你就可以用你的大笔薪水来活络一下我的账号吧，因为我都快没钱了。那么就显现到当时纳瓦尼即便呢他是在一个身心饱受折磨的环境之下，他依旧呢都还是不改他幽默的本性的。前一天才露面，他看起来整个人精神都很好。还有就是到现在为止，其实纳瓦尼的家属都还没有看到他的遗体。那么各种阴谋论就纷纷传出了。英国的《泰晤士报》就爆料说，其实在纳瓦尼死前2天，据传说俄罗斯的情报机构联邦安全局的人员有前往他被关押的极地狼监狱视察，而且过程当中还切断了监狱的部分监视器以及录音设备。那是做了什么，就给外界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了。还有俄罗斯的独立媒体《新报》也引述了一名呢，据说是匿名受刑人的说法。他说，在纳瓦尼死前1天，他有看到有多辆身份不明的车辆进入到了他们的监狱大楼。那么这一名受刑人就说，他认为纳瓦尼可能早在宣布时间之前就已经死亡了。那么再加上呢，其实紧接着3月俄罗斯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了。那么2月16的时候呢，突然被告知外界说纳瓦尼去世了，那么外界就怀疑说他的死因是不单纯。那么因此呢，在欧美各地，甚至是在俄罗斯的境内，都有大批的纳瓦尼支持者上街抗议，各国政要也纷纷发出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头号政敌、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当地时间16号经传在监狱中猝死，年仅47岁。外界认为疑点重重，因为他前一天才出庭应讯，精神看起来还不错，还跟法官开玩笑。人好端端的，隔天就传出噩耗。监狱官方说，纳瓦尼是在放风时突然身体不适，陷入昏迷，抢救30分钟后就过世了。而普丁本人当天去中西部参观一间工厂，他心情似乎很好，脸上的笑容没有停过。Putin is responsible for Navalny's death. Дії говорять про те, що Путін вбивц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指杀害纳瓦尼的人就是普丁。纳瓦尼的母亲发文表示，几天前才去监狱探望纳瓦尼，当时看起来还很健康。14号情人节，纳瓦尼还 po 文给老婆深情告白。And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but I feel that you are near every second, and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2号当天，纳瓦尼太太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她强忍悲伤坚强上台发言，呼吁为纳瓦尼讨回公道。I want Putin and all his stuff, everybody around him, his government, his friends. I want them to know that they will be punished. 全场官员起立鼓掌为他加油。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也给他大大拥抱，暖心打气。俄罗斯各地都有民众不顾当局打压，举办纳瓦尼悼念活动，有超过100人被逮捕，民众怒火也延烧到海外。Putin die. 欧美示威遍地开花，群众聚集抗议普丁。流亡欧洲的知名俄国作家阿库林认为，纳瓦尼的死恐怕会对普丁造成更大威胁，普丁恐怕会展开恐怖行动，消弭抗议声浪。华视新闻王子金和尤飞报道。好，纳瓦尼可以说是过去10年之间在俄罗斯最重要的反对派领导人物，也被视为呢这个普丁最激烈的批评者。很多西方在报道他的时候呢，都会提到说他是普丁的头号政敌，或是普丁的头号眼中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纳瓦尼的小档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了？1976年6月4号出生的纳瓦尼，他其实呢是生长在一个苏联的军官家庭。那么他的家族呢，原始的居住地其实赫赫有名，就是在乌克兰的车诺比近郊。那么1986年车诺比核灾发生之后，纳瓦尼的祖父母还有他的亲戚呢，就被隐瞒灾情的苏联官员欺骗，他们被扣留在辐射外泄的范围区域内，而且强制他们耕作。为什么？因为要跟世界证明核灾没有存在，一直到灾情逐渐曝光之后，纳瓦尼他的亲人才逐渐的被疏散。可是后续该有的补偿、该有的安置都没有做好，也导致了纳瓦尼的家族呢就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就是这一段儿时的家族悲剧，深刻的影响到了纳瓦尼他成长之后是如何看待俄罗斯的政治，从此也让他对于俄罗斯的威权政治还有官僚的贪腐是深恶痛绝的。那么成年之后，纳瓦尼呢一度他是一个职业的律师，后来他在部落格当中呢，就是开始写一些文章，揭发所谓的俄罗斯精英阶层他们严重的贪腐的弊案，因此他的声名开始慢慢的呢被外界呢所了解。那么他曾经这么形容过俄罗斯，他说俄罗斯这个国家就是被骗子跟小偷所统治的国家。看到这句话，可能外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普丁这么讨厌他了。大约是在2000年前后呢，纳瓦尼他开始投身在政治，并且长期调查普丁政权的贪污腐败以及俄罗斯的黑金政治。他非常善用的是社群网络的扩散效应，而且他的个人风格非常强，有一种黑色幽默，这些都帮助他强化了他揭弊指控的力道。也因此2017年的时候，纳瓦尼他成功的号召了上百万的俄国人走上街头呢抗争，来反对普丁政权。当然紧接而来的就是纳瓦尼得要面对各种的政治迫害以及生命威胁。对台湾人来说，大家开始对这个名字熟悉，应该是在2020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震惊国际的纳瓦尼飞机上中毒事件。当时的纳瓦尼他本来是要出差，搭乘的是俄罗斯的国内线班机，结果在飞机上突然中毒昏迷了。那么他所创立的反贪腐基金会就立刻来用他们很擅长的社群媒体曝光消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并且积极的展开救援行动。最后终于在整个国际的压力之下，迫使了克里姆林宫他们让步，让呢这个德国出面派了医疗专机，把已经是垂死边缘的纳瓦尼接到了柏林去急救。而事后调查呢，发现纳瓦尼他中的是很罕见的俄军化学武器诺维乔克，所以看到这个名字，大家都说是谁下的手，不言而喻了吧？尽管有这么明显的证据，可是普丁政权到现在他们依旧是坚持否认涉案的，他们反而说纳瓦尼的中毒事件是欧美政府自导自演的一起案件。好，那么呢，纳瓦尼他在中毒之后，好不容易到了呢德国去抢救。
捡回了一命之后，可是他没有选择流亡海外，而是选择要回到俄罗斯。2021年的1月17号，纳瓦尼他事先预告，还有在大批的记者随行之下，他很高调的从柏林搭机返回了莫斯科。那么想当然的，最后他在全球媒体面前，在机场被俄罗斯的国安单位当众逮捕，从此之后他没有离开过监狱。2023年底呢，他突然失联，当时呢，他的包括了支持者还有他的家属就非常着急，开始来寻求说，到底纳瓦尼人在哪里？历经了很久很久之后，终于找到人了。当时他已经被秘密移监到了呢北极圈的极地朗监狱。这个监狱它其实整个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非常艰困的，冬天平均气温都是在零下20-30度，而且它距离首都莫斯科大约有2000公里远，位置非常的偏僻，再加上附近都有很多的呢这个冻土，所以呢被认为说囚犯一旦被移到这里之后，他是非常难逃离的。还有就是在这个监狱里头，也是以呢虐待囚犯而恶名昭彰的。曾经传出他们会要求呢这个冬天的时候，囚犯不可以穿外套，要站到室外，如果你站不稳的话，就浇你冷水。那么他在死前2天的时候呢，更是传说他被送到了极地朗监狱当中最森严的惩罚性隔离牢房，在那里是新鲜的空气跟光线都是缺乏的。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就曾经报道说，当受刑人呢被移到这个惩罚性牢房的时候，他可能要承受是极低或是极高的温度，在这个呢牢房当中24小时都开着灯不会关，而且也没有床给你，他们只会给囚犯最低的食物配给。那么长期这样的严苛环境之下，其实纳瓦尼他除了身心饱受折磨，他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腰痛啊、视力衰退等等的问题。可是面对了死亡，纳瓦尼他其实是有留下遗言的，他告诉俄罗斯人永远别放弃。带领群众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丁，就算被政报警察架走也不怕。他是俄罗斯律师兼部落客的纳瓦尼，对抗普丁将近20年。My message for the situation when I'm killed is very simple: not give up. 纳瓦尼在2011年成立反贪腐基金会，揭发普丁政权的贪污腐败，因为参加多次反贪腐活动而被逮捕，还被禁止参选总统。他还曾经踢爆普丁黑海移动要价380亿台币的豪宅。过去10年来，他不断被判刑入狱，多次疑似被下毒。最严重的一次，他从西伯利亚飞回莫斯科，被俄罗斯特工在内裤上下毒，一度濒死。纳瓦尼到德国疗养康复回国，一落地就被逮捕。Нельзя сдаваться. Если это произошло,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мы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 сильны в этот момент, раз они решили меня убить. 纳瓦尼先被判刑11年半，去年又被加判19年，还被移到北极圈恶名昭彰极地朗监狱，忍受零下28度低温，没有热水洗澡，还会遭狱警酷刑殴打。I get 2 mugs of boiling water and 2 pieces of disgusting bread. And I wanted to drink this boiling water normally and eat this bread normally. But in 10 minutes, I must choke on this boiling water. And this is done solely to prevent a person from eating normally. 纳瓦尼16号突然传出死讯，震惊各界，但也不让人意外。华视新闻王子欣、何佑飞报道。Нельзя сдаваться. Если это произошло,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мы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 сильны в этот момент, раз они решили меня убить. 我们来看到是纳瓦尼他个人的领袖魅力，还有他的精神，持续的在呢感染着俄罗斯人，也让很多的俄罗斯人在这个当下，他们选择不为俄罗斯的高压统治，自主性的集会悼念献花。从俄罗斯的大城市圣彼得堡到北极圈的边疆小镇沃尔库塔，还有靠近乌克兰的别尔哥罗德，都有人呢纷纷的聚集，他们彼此在一起唱歌，拿着鲜花，一起来感念这个
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的反对派人物。那么，俄罗斯的人权组织 OVD-Info 就统计说，自从纳瓦尼去世以来，在俄罗斯的30个城市已经有超过400人因为聚集集会、献花等悼念纳瓦尼的活动而被逮捕。法新社报道呢，更是统计了，他们是根据了圣彼得堡法院在17号跟18号所公告裁定的裁判当中所显示，已经有154人因为违反了严苛的反示威法，遭到了最多14天的有期徒刑。那么，很多人现在愿意跟敢站出来的一部分原因，或许也是对于普丁政府的质疑了。尤其是当纳瓦尼的家属他们想要领回遗体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因为呢，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当死讯传出，纳瓦尼他69岁的母亲柳德米拉就立刻赶往了极地狼监狱。当时狱方告诉他说，纳瓦尼的遗体已经被送往附近的萨列哈尔德市的调查死因。可是当呢柳德米拉带着律师在寒冬当中呢，风尘仆仆的赶到了萨列哈尔德市的殡仪馆的时候，还是找不到儿子的遗体，一直拖到了19号的时候，俄罗斯的检调又告诉他们说呢，要对纳瓦尼死因来进行化学分析。那么死因调查现在要延长到无限期了，在整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你们都不可以领回遗体。俄罗斯的媒体呢，他们就公布了一段画面，质疑说，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都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吗？首先是他们拿到了一段呢监视器画面，是公路的监视器。2月16号到2月17号午夜之间，有被拍下一列不寻常的车队，他们经过了极地狼监狱所在的哈尔普镇，开往了萨列哈尔德市唯一的道路。影片当中拍下了包含了2辆警车、1辆轿车，还有1辆迷你的箱型车。那么媒体就推断了，这个车队呢，正是运送纳瓦尼遗体的车队。可是把遗体送到哪里去了？这个答案至今没有人知道。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就指控，他认为之所以不让他们领回遗体的目的，是因为俄罗斯的当权者他们希望留出时间，让纳瓦尼遗体上头的神经毒剂痕迹消失。接获儿子死讯，纳瓦尼的69岁母亲冒着零下30度严寒前往离监狱约1小时车程的小镇。镇上唯一的殡仪馆没有如当局所说安放纳瓦尼遗体，老母亲只能在律师陪同下搭车离开。纳瓦尼的遗族被告知，纳瓦尼于2月16号下午2点多死于猝死症候群，而俄罗斯国营媒体报道死因是血栓，只是被关押以来，纳瓦尼反映他的背部、牙齿、呼吸道陆续出问题，而且没能给民间医师看诊治疗。包括莫斯科等城市有同情纳瓦尼的民众摆出他的照片，献上鲜花，但警察很快来阻止，好像对付什么现行犯似的，将悼念民众一个接一个押上警车。主要城市纷纷出现示威，人权团体指出有几百名无辜民众被拘捕。Мне просто искренне по-человечески жалко его. Честно, больше так я ничего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Просто жалко. BBC 报道，纳瓦尼被流放到北极，饱受酷寒以及孤独的折磨。狱方不但有蓄意虐待的嫌疑，而且纳瓦尼死后，监狱还不愿尽快交出遗体，让人很难相信这不是出自普丁总统的指使或授意。华视新闻吴现场编译。纳瓦尼遗孀尤利亚现在对俄罗斯的官方喊话，她希望可以让自己的丈夫有尊严的下葬。而47岁的尤利亚呢，现在也俨然继承了她丈夫的遗志，成为了普丁新的头号政敌。那么我们来看看尤利亚，她其实原本是一个经济学家，2000年的时候跟纳瓦尼结婚，育有1儿1女。而在纳瓦尼死后的3天，尤利亚她开创了 X 平台上的账号，控诉普丁杀死了她的丈夫，并且
且呢，直接公开告诉大家，她实质要延续她丈夫没有完成的志业。对着镜头，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她将继续为我们的国家奋战，而呼吁呢支持者要跟她站在一起，不止分享已经笼罩着我们，也不会离开我们的悲伤和无尽的痛苦。尤利亚说，请求支持者跟她一起分享愤怒。那么同时呢，她也对欧盟喊话，要求欧盟拒绝承认俄罗斯3月的总统选举。那么这些举动都显示了她逐渐在升高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攻击力度。不过，其实过去24年，尤利亚她一直谢绝呢任何成为公开政治角色的机会。她曾经说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力挺丈夫，还有保护他们两。让她的孩子去当一个孩子，让他们的家有一个家该有的样子。那么尤利亚呢，被他们跟丈夫的共同朋友形容说，她是纳瓦尼的捍卫者，是纳瓦尼的知己，也是他的避风港，同时也是最亲密的顾问。那么在纳瓦尼的悲剧传出之后，尤利亚她展现了她聪明冷静，而且有钢铁般意志的这样的坚强。她号召盟友一块来反对普丁。Алексея Путин убил половину меня, половину моего сердца и половину моей души. Но у меня осталась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и она подсказывает мне, что я не имею права сдаваться. 红着眼眶，面容憔悴，还是以坚定的语气诉说着失去丈夫的悲痛，即使心碎，却没有表现出丝毫恐惧。Я буду продолжать дело Алексея Навального.Продолжать бороться за нашу с вами страну, и я призываю вас встать рядом со мной. 誓言继承丈夫遗志，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丁，并为自由而战。纪录片《纳瓦尼事件簿》的制片曾和尤利亚共事好几个月，对这位异议人士的另一半留下深刻印象。She was very strong from the minute I met her, and she has the capacity to handle different situations with a lot of poise and strength. She just.holds herself and holds that same belief for the future of Russia. 1976年出生的尤利亚，父亲是科学家，母亲是公务员。大学时攻读经济学，毕业后曾在金融业任职。他22岁和纳瓦尼相识，两人在2000年结婚，并育有一对儿女。In Russian politics, there are very few politicians that project a normal, healthy, loving.Family relationship. If we speak about Vladimir Putin, his personal life has always been opaque, with lover information about his lovers, with the fact that he hides his daughters. 2021年，纳瓦尼被捕，在听证会上隔着玻璃看着尤利亚用手指画出爱心图案，一直到猝死的前2天，也就是2月14号情人节当天，仍不忘透过社群平台向妻子表达爱意。在丈夫充满戏剧性的政治生涯中，尤利亚始终维持低调，扮演着陪伴与支持的角色，和纳瓦尼一起上街抗争，还曾经被警方逮捕。I am not afraid.And I call on you to not be afraid. 2020年，纳瓦尼因为中毒一度命危，送往德国治疗。尽管医院内不时出现神秘人士阻挡尤利亚探视丈夫，她也从未退缩。We demand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Alexei Navalny. Because right now, in this hospital, there are more police and government agents than doctors. 纳瓦尼在鬼门关前走一遭，还是决定回到俄罗斯。尤利亚全程陪伴，但飞机一落地，就有大批警察上前抓人。纳瓦尼回头和尤利亚拥抱亲吻，但这一别就是一生。I know that he asked her for advice on various political matters constantly, and they were communicated through.Whatever means available while for the last 3 years while he was in prison. 2021年，纳瓦尼入狱后，尤利亚接下纳瓦尼创办的反贪腐基金会监事主席的职位。虽然过去和政治保持距离，但研究俄罗斯政治的专家认为，尤利亚长久以来一直协助纳瓦尼，可说是全世界最了解纳瓦尼政治理念的人。She was intimately involved in her husband's work. She was a very close partner with him. I think she
she understands what it was that Alexei Navalny did as well, if not better than anyone. 不仅在幕后协助，尤利娅一路陪伴着纳瓦尼和普丁对抗。丈夫10年内多次入狱，遭到下毒。尤利娅也比谁都清楚，在俄罗斯身为反对派必须面临的种种险境。Юлия Навальная наша новая надежда. Она переняла вес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Алексея Навального.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она сейчас законный, легитимный выбор лидер оппозиции. 2月16号的慕尼黑安全会议首日，便传出纳瓦尼猝逝的消息。尤利娅强忍悲痛，以利落西装造型亮相，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国务卿布林肯等人面前发表约2分钟的演说。Наверное, вы все уже видели приходящие сегодня ужасные новости. Я долго думала, стоит ли мне выйти сюда или сразу лететь к моим детям. Но потом я подумала, что бы сделал Алексей на моем месте. И я уверена, что он бы был здесь. Он был бы на этой сцене. 过去远离政治的尤利娅开始站上舞台，誓言继承丈夫遗志，更开始与欧洲各国领袖会面，展现出钢铁意志的她，俨然成为俄罗斯反对派的新领袖。只是一肩扛起重担的尤利娅，现在恐怕也得面对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威胁。华视新闻刘润、陈传志专题报道。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一个对于俄罗斯做出制裁的国家就是英国，他们是针对了纳瓦尼之死实施了制裁，他们冻结了6名俄罗斯北极的监狱高层资产。外交大臣卡麦隆说，他认为这些人应该要为他们野蛮对待纳瓦尼而负责。英国政府也呼吁应该要立刻把纳瓦尼的遗体交还给家人，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那么同样的，针对纳瓦尼之死呢，还有乌克兰的这个持续的战争，美国总统拜登呢也预告了将会对俄罗斯祭出最新重大的制裁。或许就像是纳瓦尼他的首席律师米哈伊洛娃所说的，他说纳瓦尼被杀害了，可是他相信纳瓦尼的名字不仅会被写入史册，还会呢影响未来的历史进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维尔世界新观点，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想要看哪些国际讯息，也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下个星期节目还会准时上线，不妨帮我们按下订阅键来支持哦。维尔世界新观点，我们下次见。